川普的关税对各国持续施压，加上伊朗战争导致的高油价，以及 AI 的大裁员潮，这些消息对湾区房市带来了哪些影响呢？虽然2月底的贸易谈判让关税得到了一些缓解，但建材与进口材料的成本依旧是面临不小的压力。雪上加霜的是，2月底爆发的伊朗冲突导致了全球油价暴涨超过了 40%， 加州汽油价格已经冲到了平均每加仑6美元，部分地区甚至于出现飙破每加仑8美元的极端情况，让通膨的担忧再度的升温。联准会在3月18日的会议上决定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在 3.5% 到 3.75% 的区间不变，但30年固定房贷利率因为油价与通膨的压力已经小幅回升到了 6.4% 到 6.5%， 这个对买家来说压力更大了。与此同时呢，科技业因为大力推动 AI 的转型，裁员速度明显加快。今年前3个月 Oracle、Meta 等矽谷的和全美科技的公司呢，已经裁掉了超过5万个职位。虽然标普500今年来呢波动不小，但金价还是维持在高档。市场一方面希望经济能够软着陆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却同时得面对裁员压力与地缘冲突带来的通膨风险。消费者的信心持续的下滑，买家呢也越来越观望了。房市方面呢，2月份湾区整体的库存还是处于偏低的水平，很多的卖家因为目前的大环境而选择观望，不愿意在这个时候上市，导致房源减少，成交速度呢也明显的变慢，平均的上市天数从去年的同期的14天呢上升到了32天。东湾多数城市的挂牌数量都下降了，但南湾例如 Palo Alto、Los Altos 等城市呢，价格依然居高不下。这显示了这里的房价呢依旧是受到了科技业高收入族群的强力支撑。根据最新数据，2月份东湾整体房源略减，大约剩下1902套。中价位房价大多小幅回落，但高端地区的房价还是比较有支撑。南湾部分城市的价格则是继续上涨。虽然 AI 造成不少裁员，但科技产业依然是湾区房价的主要支柱。如果您能看到这儿，觉得这个视频对您有些帮助，麻烦动动您的小手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支持一下。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各地区详细的数据。首先是880公路沿线的城市，房源变化最剧烈的是 San Lorenzo， 从11套腰斩到只剩下5套。Oakland 也大幅的缩减，从444套降到了299套。相对亮眼的是 Newark， 逆势大增 82%， 从17套增加到了31套。Union City 也增加了 75%。 房价方面呢，阿拉米达表现最为强，从 140.5 万涨到了154万，上涨幅度 9.6%。 Berkeley 也上涨 8.7%。 跌幅比较明显的是 San Lorenzo， 从 85.9 万降到了 76.2 万，下跌了 11.4%。 成交量整体呢相对的稳定， Newark 和 Union City 都出现2成左右的下滑。接下来是 Central Contra Costa 的地区，房源变化最大的是 Clayton，减少了将近 42.9%， Concord 也减少了 13.6%， 不过 Walnut Creek 增加了 21%， Martinez 增加了 27%。 房价多数是小幅回落，其中 Walnut Creek 从165万降到了140万，下跌幅度达到 15.2%。 成交量方面呢， Walnut Creek 表现突出，从19套增到了27套，增加的幅度
42%，显示这个部分的买家选择价格呢比较亲民的地区进场。下面是 La Miranda 地区的数据，房源大幅减少， Orinda 从37套降到20套，减少 46%， 拉法叶也减少 35%。 这里的房价却展现强劲的韧性，拉法叶从171万大涨到206万，上涨的幅度达 20.5%， 成交量也是呈现上涨的趋势。拉法叶从12套增加到20套， Moraga 和 Orinda 也都有3到4成的增长。低库存加上对好区房源的需求，让这个地区的成交与价格都同步的上升。然后我们来看看山谷地区，上市房源变化最明显的是 Pleasanton， 从63套减少到37套，但是 Danville 只是增加了 23%， St. Raymond 增加 26%， Doblin 也增加 29%。 房价的部分呢， Pleasanton 从 165.75 万上涨到190万， St. Raymond 只是下跌了 20%。 成交量方面， St. Raymond 从13套增加到了21套， Alamo 也增加了 60%， 但 Doblin 从26套大幅下滑到12套，减少 54%。 买家明显更注重学区好、生活技能佳的地区。最后我们来看看南湾城市的表现。 Palo Alto 的房价从 307.3 万暴涨到了490万，上涨幅度 59.5%。 Los Altos 也从 432.6 万涨到了582.5 万，涨幅也达到 34.6%。 房源方面， San Jose 大幅增加到314套，但 Los Altos 和 Los Altos Hills 等高端的地区的房源呢，则是明显的减少。成交量多数的城市上升，其中呢 Mountain View 从8套增到了20套， Palo Alto 和 Los Altos 也都有6成以上的成长。低库存加上了矽谷房源的强劲需求，让南湾城市在保守的市场里依然表现突出。关税压力、高油价冲击，加上 AI 裁员潮，让湾区整体的房市脚步明显慢了下来。不过因为库存还是偏低，加上很多人还是需要买房，好地段的房价还算撑得住。东湾的状况差异比较大，比较好的地区房价相对的比较稳定，甚至呢还有小涨，但中低价位的地区房价的压力就比较大了，跌得比较明显。至于南湾呢，高端城市的表现还是很亮眼的，整体感觉比其他地区要来得强势。展望4月到春季因为油价和通膨压力，房贷利率短期之内降不下来，买家应该还会继续的观望，市场很难快速的回温。不过由于库存偏低，加上基本买房的需求，湾区的房屋市场应该还不至于大跌，预计整体会比较平稳，但各地区的涨跌差异会比较大。大家觉得呢？你们认为2026年湾区房市接下来会继续下跌，还是能撑得住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的看法。我们下期视频